普通人靠什么逆天改命，成为人中龙凤？2000年前，一本道家改命奇书，作者最后得道成仙。草根刘邦称帝，凭此书称帝。西晋大乱之时，一位盗墓贼无意中挖开了汉代王侯的墓穴，在满堆的金银财宝中，一本破旧不堪的古书吸引了他。只因这古书的封面写着一段奇怪的咒语，那咒语的意思大概是：看到这本书你不传下去，就会遭受灾害。这本书就是《素书》，它究竟是什么来头？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光看这名字，你可能会怀疑这本书是不是来招摇撞骗的，毕竟《素书》这个名字看不出其中一丁点儿可能涉及的内容。但实际上，名字越奇怪，内容就可能越神秘。自打《素书》被盗墓贼发现之后，在后人看来就是一本神写下的书。原因很简单，传说中《素书》的作者也就是黄石公是真的得道成仙了。那么将《素书》称为神写下的书，的确也不为过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“素”这个字就变得不一般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“素”本来就有点接近事物本色的意味，用这个字取名字，恰好说明《素书》这本书所说的就是万事万物的本质。所以黄石公实际上是明确的在告诉后人，只要你看懂了这本书，你就可以掌握世间万物的规律。那么黄石公为何又能这般口出狂言呢？黄石公这个人乃是秦汉期间的隐士，出生年月不详，写下这本奇书的时间更是无从可考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《素书》的发现纯属机缘巧合。在张良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子的时候，他一心想为自己的故国做点贡献，于是张良就想着去刺杀秦始皇，专门搞了一把100来斤的大铁锤。可刺杀对象毕竟是统治者，哪有这么轻松？于是张良的大铁锤没砸中始皇帝，只是砸到旁边的车去了，这就让事情变得尴尬起来。张良虽然有刺杀的心思，但不想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，因此他只好悄咪咪的跑掉，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。本来张良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，毕竟当时的秦朝刚统一，大家都以为会迎来一段很长的和平岁月。然而就在张良感到心灰意冷，在桥边游荡的时候，一位名叫黄石公的老人突然找上了他。黄石公也很有趣，见张良有不好的念头，故意把自己的鞋子扔到桥下，让张良去给自己捡起来，还要帮自己穿上。张良虽然无语，但见对方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也不好发作，只好照做。黄石公见张良竟然答应自己的无理要求，就笑着让张良5天后再到这个地方来。张良不明所以，但想着也没事干，来了也不会干啥。于是5天之后，张良就再次来到了桥边，与黄石公相约。这次黄石公给了他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就叫做《素书》。给书的时候，黄石公还跟张学良嘱咐道：好好的读这本书，没过多久你就可以成为帝王之师。13年后再想来找我的时候，只需要看一眼桥边的黄石即可。说完这番话，黄石公就离开了。自此之后，张良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。至于张良的后续，那就无需多言了。凭借一本素书，张良做到了帝王之师。那么这本书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古代谋士的顶级秘籍《素书》，手把手教普通人逆天改命。张良靠此书成为帝王之师，可关键在于，宋代有人说张良所把握的不过是《素书》2成的内容，真正的精髓他还没有掌握到。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呢？《素书》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，比老子的5000言还要显得简短。整本书不过6章，总共才1000多字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言简意赅。全书开篇第1章就在教人如何成为人中龙凤，因为第1章主要是在说道德、仁义和礼这5种思想实际上是一体的，这个认知和普通人的认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普通人看来，这些思想只要达成一个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毕竟这5种思想除了道，其他的都已经是陈词滥调。但素书所说的德等这4种思想跟常人所说的根本不一样。在素书看来，德可不是一个人的素质，而是一个人对万物生成规律，也就是道的理解程度。换言之，德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其实关系不大。当你拥有德之后，也就意味着你对道有了一定的把握，那么你对这个世界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关于自己的认知，于是你就会生发出人的思想，主要是人对他人的态度，和儒家的说法有些许的相似，都强调一个对别人好是为了满足自己开心的念头。到这你可能还看不出素书这思想有什么不一般，那么到义或许你就能体悟到它的精妙之处，因为义讨论的是对别人的思想输出，而这种思想输出最终就可以归结为理，也就是根据你的意愿所制定出的一套规则。
则。这套规则可不是光制定出来了就完事儿了，而是需要每个人，甚至是强制每一个人去执行。这也是说，当一个人掌握了宇宙万物的规律之后，他就能一步一步地通过输出自己的观点，并将这一观点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，去强制地推行。用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，那就是改变世界。尽管如此，素书也在提醒人们，如果你只顾着输出自己的观点，也就是仁与礼那一步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失去天下，因为这5种思想是一体的，缺一就会影响统治者的气运。秦朝的灭亡就是因为只顾最后2步，全然忽略了前面的3步。老子泄露天机被黄石公写成了一篇1000字道家奇文，成为帝王的育人秘籍，放在今天依旧适用。据《史记》的推算，素书成书在秦朝初年，当时的秦朝刚统一，局面一片太平。然而素书却以为秦朝的统治不会长久，相反，书中竭力推举未来的治世之人一定是个普通人，而不会是贵族出身的人。好家伙，感情素书直接就预测了刘邦的出现嘛？毕竟在中国历史上，刘邦作为一个啥也不会的无赖，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，建立汉朝，这一点已经让人非常震撼了。在这里就足以可见素书的高明之处，因为在素书看来，刘邦看似普通，可实际上一点都不普通，人家可有德了。这种德还不是常人所以为的高尚的品德，反而就是那种从自身目的出发的德。众所周知，刘邦虽然无能，但会识人。识人这一说法，其实就意味着刘邦或许有什么大智慧，能够见出常人所不能见之处。可若从素书的解释来看，刘邦的才能或许不是识人，而是太过精明。他精明的任何事都以自己为出发点，因而可以不考虑别人的出身等一系列的因素，也不会要像个圣人一样去改造他人，对他人的容忍度是非常高的。讲的难听点，刘邦太会利用别人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要求。举个例子，韩信在遇到刘邦之前过得非常潦草，但他有个将军梦，正好刘邦需要一个将军，于是他就看中了韩信。而韩信因为刘邦给了自己的一个机会，也是拼命的去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。如此一来，韩信打的胜仗越来越多，刘邦能获得利益也就越大，大家都在一个互相满足的状态中。这不正是素书所言的万物各得其欲吗？这番话放到现在，不正是资本家善用的招数吗？不得不说，素书的确在心理战这块是把人的精神状态给拿捏到位了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避免人的欲望被过分的膨胀，以至于忘乎所以，素书也有话要说，利用他的欲望让他反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一个人越想得到什么，在他得到之后，那么就会害怕失去，利用这个害怕失去的心理就可以了。刘邦在进入咸阳宫之后，看到满地的金银财宝，人都愣了。但这个时候的张良提醒他，要是公开的把这些财宝带走，那就是在告诉天下自己要与项羽争天下。而眼下的刘邦显然打不过项羽，因此张良就劝刘邦先放弃这些财宝，之后再来取。那刘邦一听，确实很有道理，于是就暂时的把这个财宝舍弃，为的是日后长久的拥有。后来，整个天下的财宝都是刘邦的了。不得不说，素书所体现的智慧真是不一般，它更像是一部现代之作，精准的拿捏了人性本身。试想一下，整个宇宙之中最复杂的不就是人本身吗？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